拍出电影感镜头，你可以选择这9种景别。第一个是大远景，这个景别能显得人物相当的渺小，通常都看不清主体的具体动作，侧重的是故事发生的大环境。而一个常规的远景镜头，主体则会稍微大些，它将主体和周围环境包含在内，很好的展示了主体和所处环境的关系。它还能展示人物在环境中那种渺小、孤独还有迷失的状态。到这不得不提到的定场镜头，通常就是用大远景和远景这种景别拍摄的，画面够宽广，可以放在开头交代环境，也可以放在结尾代表一个段落的结束。你可以尝试各种焦段拍摄定场镜头，可以是一个标准镜头或者是长焦。再进一步是全景镜头，你能看清楚主体的整个身体，所以当主体运动时，我们能看清楚全身的动作。再往上是中远镜头，大概从膝盖这个位置开始，一直到人物的头部。然后再往上是牛仔镜头，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你能刚好看到胯部别的枪，位置大概是大腿中一直到头部。在西部片牛仔对决中常常看到，可以渲染紧张的氛围。当然拍摄也不一定非得和枪有关系。接下来是中景，包含人物腰部及以上的位置，这个景别符合日常沟通时人眼所看到的。在注意到环境的同时，我们也能看到主体上半身的动作、眼神和表情，非常适合日常沟通对话的场景，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景别。然后就是中近景，它包含人物胸部及以上。中近景减少了环境的占比，能让观众更加关注主体和细节。特写，人物和观众的距离进一步被拉近，通常主体是人物的面部，它占据了画面相当的一部分，使得我们看清楚更多细节，面部的表情、情绪的变化。你可以使用长焦镜头来拍摄特写，将人物和背景分离开。但如果你用一个超广角镜头拍摄特写的话，画面的畸变就会给观众一种扭曲异样的感觉。最后是大特写，可以是人物的双眼、嘴巴等位置，这个景别展示了更多的局部细节。大特写还常常是微距镜头，比如瞳孔、文字，常用于强调关键的信息，是最具戏剧化的镜头，可以用微距镜头来拍摄，或者在镜头前加上一块几十块钱的近摄镜来拍摄，或者用手机的微距模式来拍摄。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而当主体不是人，而是物时，就可以把景别简化成远景、全景、中景和特写，将这些景别组合在一起，就能创造出各种分镜的组合。即使是同一个画面里，也可以出现多种景别。你还可以直接变焦来改变景别。欢迎补充，我是热风，咱们下期再见。